今天我们拆解36计里让对手骂娘的一计——围魏救赵。很多人听到这4个字，脑子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，如果真这么简单，它就不会成为36计的第2计，更不会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研究2000多年。围魏救赵的真正可怕之处，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人类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。读懂这一计，往后遇到难题至少能帮你解决90%。这个故事的原型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逆向碾压的经典剧本。公元前354年，当时的魏国是战国初期绝对的霸主，魏武卒横行天下，打遍6国无敌手。魏惠王为了拓展领土，称霸诸侯，派出最能打的名将庞涓，率领全部精锐攻打赵国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直接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。赵国心里清楚，打不过魏国，就派使者拼了命跑到齐国求救，说只要齐国出兵救赵国，赵王愿意割3座城池作为谢礼。齐威王一听这条件，心动不已，随即任命名将田忌为主帅，孙膑为军师，率领大军火速支援。刚出发，田忌的想法简单粗暴，既然赵国被围，直接北上与魏军正面交锋，和赵国里应外合，以此来解赵国之围。这其实是绝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，哪里着火就直接去哪儿救火。但军师孙膑却提出了更高明的策略。他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：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权，救斗者不搏己，扈抗倒虚，行格势尽，则自为解耳。简单说就是2个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，你不要冲上去拉架，更不要帮着其中一个打另一个，你只要一拳打在其中一个人的软肋上，他疼的自然就松手了。那魏国的软肋在哪里？不是在邯郸城外的庞涓大军，而是在千里之外，空无一人的魏国都城大梁。田忌听了孙膑的计策后钦佩不已，果断调转进攻方向，直接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去攻打大梁。另外一边的庞涓正在全力攻打赵国，一心想要拿下邯郸。可就在他觉得胜利在望之时，突然收到了魏王的10万火急诏书，齐国大军围攻大梁，都城危在旦夕，立刻率军回救。庞涓心里清楚，这是孙膑的计谋，他当然知道邯郸马上就能破城，但他没有选择。都城丢了，就算打下邯郸又有什么用？魏王会杀了他，魏国的百姓会骂他，他一辈子的功名都会毁于一旦。于是庞涓只能下令全军放弃所有辎重，日夜兼程回救大梁。这就是围魏救赵最精髓的地方。我根本不需要打赢你，我只需要让你不得不按照我的节奏走。孙膑根本就没想过要打下大梁，他甚至连大梁的城墙都没碰一下，他所有的军队都埋伏在庞涓回师的必经之路桂陵。当庞涓带着疲惫不堪的魏军赶到桂陵时，等待他们的是以逸待劳的齐军。一场大战，魏军全军覆没，庞涓本人也被俘虏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。赵国的邯郸之围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解了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围魏救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是围点打援吗？不是。是声东击西吗？也不是。围魏救赵的本质是转换战场。你在 A 战场已经输定了，那就不要在 A 战场继续纠缠，直接把战争转移到 B 战场，一个你绝对能赢的战场。庞涓在邯郸战场是无敌的，但在大梁战场他是绝对的弱者。孙膑没有在邯郸和庞涓比谁的军队更能打，而是和庞涓比谁更输不起，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为什么这招能屡试不爽？因为他利用了人性中一个最根本的弱点——损失厌恶。心理学家早就证明了，人类对损失的痛苦远远大于对获得的快乐。你捡到100块钱的快乐，远远抵消不了你丢掉100块钱的痛苦。庞涓就是这样，打下邯郸，他能获得巨大的功劳，但丢掉大梁，他会失去一切。所以哪怕他明知道这是个陷阱，也必须往里跳。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底层逻辑，制造不对称的成本结构。我用1分的成本给你造成100分的损失威胁，你必须用100分的成本来应对我1分的投入。只要这个不等式成立，我就永远掌握主动权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围魏救赵有2种最常见的用法，99%的人只会用第一种，而真正的高手都在用第2种。被动解围型，就是当你自己或者你的盟友陷入困境时，不要正面硬刚，而是去攻击对手的软肋，迫使他回救。比如职场上，你的同事抢了你的功劳，你去找老板告状，老板只会觉得你小心眼。但如果你发现这个同事在工作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漏洞，
你只需要不经意间让老板知道这个漏洞的存在，老板自然会去查它，到时候他抢你的那点功劳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再比如商业竞争中，对手打价格战，你不要跟着降价，你一降价利润就没了，最后只会两败俱伤。你应该去打他的供应链，去挖他的核心团队，去抢占他还没来得及布局的新市场。当他后院起火的时候，自然就没精力和你打价格战了。主动进攻型，这才是围魏救赵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当你想达成一个目标，但直接进攻成本太高，甚至根本不可能的时候，你就去攻击另一个目标，迫使对手在你真正想要的地方让步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教科书案例。1926年，范旭东的永利碱厂终于打破英国卜内门公司30年的纯碱垄断，卜内门立刻以低于成本40%的价格在中国倾销，想把刚起步的永利直接掐死。永利当时进退两难，跟着降价会亏死，不降价就卖不出去。所有人都以为永利必死无疑的时候，范旭东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，他根本不在中国市场和卜内门死磕，转头带着红三角纯碱杀进了日本。日本是卜内门在亚洲最大的利润来源，利润是中国市场的15倍。范旭东和百本三井财团合作，以低于卜内门30%的价格在全日本铺货，仅仅3个月，卜内门就主动找到范旭东求和，立即停止在中国的所有降价倾销，今后在中国调整价格必须先征得永利的同意。你看永利想要的从来都是中国市场，但他们从来没在中国和卜内门比谁更能烧钱，他们只是打了卜内门最疼的地方，就轻松赢下了这场战争。这就是主动进攻型的围魏救赵。我想要 A， 但我不说我想要 A， 我去打 B， 你为了保住 B， 就会主动把 A 送给我。很多人用围魏救赵失败，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就出在他们围的不是必救之地。什么叫必救之地？就是那种一旦失去就会让对手满盘皆输的地方，比如庞涓的大梁，比如卜内门的利益，比如一个男人的面子，一个女人的安全感，一个老板的公司声誉。如果你围的不是必救之地，对手根本就不会理你，你围你的，他继续打他的，最后输的还是你。所以围魏救赵最关键的一步不是围，而是找到那个对手必须救也只能救的地方。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，如果你发现某个人总是能轻易地拿捏你，不是因为他比你聪明，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你的必救之地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想不被任何人拿捏，你就要保护好自己的必救之地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。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普通人如何运用围魏救赵的智慧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呢？我给大家3个可直接落地的方法。第一，永远不要在别人的主场和别人打架。你遇到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时，先停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个问题真的必须解决吗？这个问题必须现在解决吗？这个问题必须由我来解决吗？如果3个问题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你就可以暂时放下这个问题，去做别的事情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跳出问题本身，你会发现问题已经不存在了。第二，找到对方的核心利益点。任何谈判，任何博弈，本质上都是利益的交换。不要听对方说什么，要看对方真正在乎什么。一个口口声声说不在乎钱的老板，其实最在乎的是公司的利润。一个口口声声说爱你的人，其实最在乎的是他自己的感受。找到他们真正在乎的东西，你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。第三，用最小的代价制造最大的威胁。围魏救赵的精髓是以小博大，你不需要真的去打大梁，你只需要让庞涓相信你会打大梁就行。所以不要动不动就和别人鱼死网破。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亮出自己的底牌，他们只会轻轻拨动一下棋盘，就让对手不得不做出让步。最后我想和大家说，36计的第2计之所以是围魏救赵，是因为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：解决问题的钥匙永远不在锁孔里。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靠蛮力解决的，你越想解决它，它就越会缠住你；你越想赢，你就越会输。真正的高手都是跳出问题看问题的人，他们不会去掰对手掐住你脖子的手，他们只会去戳对手的眼睛。他们不会在别人设定的规则里和别人竞争，他们会自己制定一套新的规则。他们不会去解决问题，他们会让问题自己消失。学习围魏救赵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有心计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困境时，能多一个选择，
多一条出路，那条不硬刚、不内耗，却能让问题自己瓦解的路。当你学会了不再盯着问题本身死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人生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性。